最近，乌军再度出手强渡第聂伯河，并成功在对岸建立起了桥头堡，这也让人们对于乌军的大反攻再度展开了联想。难道乌军是打算从赫尔松发起大反攻吗？倘若这件事是真的，乌军又是否会顺势收复克里米纳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根据卫星图片显示，乌军小股部队已经越过了第聂伯河，在赫尔松东岸登陆，并建立起了第一个小型登陆点。目前乌军也在试图扩大控制区，同时在赫尔松对岸，乌军最近几个星期都在修建阵地。现在虽然以目前的信息来看还不能确定乌军的真实意图，但更让人奇怪的是，对于乌军的渡河，俄军阻拦的力度似乎并不大。在4月26号当天，乌军在渡河建立了桥头堡之后，与俄军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区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最终以乌军成功将俄军赶出了维利基波托姆金岛而结束。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维利基波托姆金岛实质上就是第聂伯河东岸了。这边的第聂伯河旧河道河面不仅很窄，水道也非常浅，部分装甲车辆甚至不需要进行幅度准备，就可以轻松地对另一侧俄军所占领的滩涂进行登陆。乌军也借此地成功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了一个20公里宽的桥头堡，为其破坏和侦察小组开辟了道路。谁也没想到，俄军的第聂伯河防线如此的脆弱，居然被人在眼皮底下登陆，并且立足了。毕竟按照道理来讲，俄军在撤离赫尔松之后，理应对第聂伯河另一边的乌军严加防范，以免被打个措手不及。对于俄军为什么不去尽力阻拦乌军，当前有两种说法。乌克兰军方认为，从去年11月俄军渡过第聂伯河以后，乌军就在美国卫星情报支持下出动了大批无人机侦察俄军目标，每天都在以155毫米榴弹炮和火箭炮袭击赫尔松对岸0到30公里范围内的俄军油库、炮兵阵地、集结地和弹药库。在这种袭击之下俄军自然不可能在第聂伯河对岸部署大规模兵力，只能将部队后撤。再加上当前的巴赫穆特战役已经将俄军的注意力牢牢牵制，使得俄军也无法在赫尔松南部大规模部署军队，而是将其部署在了公路沿线的城市里。而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则是认为第聂伯河南岸沿岸地区都是沼泽地，不利于防御，将主力集结在更适合防御的赫尔松后方区域才是正解。其实双方的说法有着一定的互补，而这也代表着乌军其实早就可以登陆赫尔松东岸了，只是在北约武器装备没到位的情况下，乌军无法反攻，登陆也不能建立滩头阵地。而今乌军在赫尔松东岸建立滩头阵地就有了不同的意义。但无论如何，乌军终归还是成功的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了桥头堡。那么乌军会借此在赫尔松方向发起大反攻吗？毕竟这个桥头堡对当地俄军是很危险的，因为湿地旁边各个城镇里的俄军补给线路只有一条，一旦乌军渗透到达公路附近，供给线就断了。而且此地俄军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并非俄军的精锐部队。乌军在建立桥头堡之后随即就开始了对附近俄军据点的轰炸。这6个据点距离俄军补给线最远，且都是单条公路相连，是俄军最薄弱的地方。那么乌军是否会借着这个桥头堡顺势而下，进攻新卡霍夫卡甚至是克里米亚呢？大兵个人认为，乌军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登陆并不是主攻方向，目的是为乌军特种部队的侦察和破坏提供更大的自由。由于第聂伯河下游过于宽广且多湿地沼泽，想要供给运输非常困难，并不适合发起大规模反攻。毕竟渡河作战不是光把士兵送过去就够了，最关键的是得把重型武器装备送过去，这就需要搭建浮桥了。但是这才是最难的一步，只要俄军侦察得当，在乌军搭建浮桥后对其半渡而击，其后果也是乌军无法承受的。而像豹2、挑战者2、T72这种的重型坦克，想要运过宽阔的第聂伯河，速度属实是有点慢，很容易被俄军火炮摧毁。另外，乌军在赫尔松前线活动，俄军也没有闲着，更多的500公斤、1000公斤和1500公斤级的卫星制导炸弹正在被快速地运输到俄乌前线。一旦乌军发动攻势，俄罗斯空天军将以大型卫星制导炸弹摧毁乌军的突击集群。因此就目前来看乌军还不足以发动大规模渡河作战。
乌军在此地登陆并且建立桥头堡的目的，主要还是渗透进精英部队，对俄军后方进行破坏。在赫尔松东岸建立稳固阵地后，乌军完全可以持续向东运输步兵、弹药、无人机等等，对俄军实施袭扰式作战，攻击俄军的后勤运输车队、弹药库、燃油库、指挥所等目标，令俄军烦不胜烦。其实早在赫尔松之前呢，乌军就开始对扎波罗热小规模进攻试探了。大兵个人认为，这几次试探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侦察俄军防御情况以及当地俄军的火力配置、阵地等等目标。同时在侦察期间，乌军还可以趁机拔除俄军前哨障碍，减少俄乌两军对峙线灰色地带，削弱某些区域俄军防御力量，最终建立起战术支撑点，为真正反攻创造战场条件。因此大兵认为，乌军以上的举动都可以算得上是大反攻的前奏。再加上乌军指挥部也在最近要求前线乌军保持静默，同时开始向外界发布各种烟雾弹信息，借此来迷惑俄军，使其搞不明白乌军真正的进攻方向。这也和去年的195大反攻之前有些相似。在俄军的情报显示中，当前仅在扎波罗热南部地区，乌军就已经聚集了上万人，而与之相对的，在梅利托波尔的附近，俄军已经驱离多数当地民众，并大量埋设地雷，很多道路都已经不能通行。因此大兵认为，乌军似乎是想通过第聂伯河岸登陆的方式来吸引俄军。如果俄军被吸引走部分，乌军呢就可以借此发起扎波罗热大反攻了。但是如果俄军不动，从第聂伯河东岸渗透进的乌军部队也将进行大量的破坏工作，从而倒逼俄军抽调部队。而在经过巨大伤亡但依然未占领巴赫穆特之后，俄军也开始逐渐削减当地的进攻兵力，新增援兵力开始加强南部防线。显然当前的俄军也摸不准乌军接下来的反击是从哪里开始的，不得不从局部进攻逐渐转变为战略防守态势，其目的呢主要还是为了保住俄军当前占领的土地。除此之外，乌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无人机大赛展开准备。最近呢，乌军正在持续向克里米亚发射无人机，而在昨天更是有2架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俄黑海舰队。这些看似无效的无人机小规模攻击，却能够很好地了解到俄防空部队目前的部署情况和防空实力。除此之外呢，在几天前还有消息传出，至少有3架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莫斯科周边。有趣的是，它们没有被击落，只是没油了。而由于乌军无人机的发射区域极度分散，这会迫使俄军加强和扩大领空防御，从而直接导致俄军防空密度的下降。再加上乌克兰负伤的无人机红场阅兵任务，随着5月9号的临近，莫斯科周边必然会加强防空警戒，其中俄军很有可能会从前线抽调一些防空系统来保卫莫斯科的天空，而前线防空力量的短缺势必会遭到乌克兰准备已久的打击。无论是无人机、海马斯还是导弹，都将会在关键时刻打击俄军前线的关键设施，例如克里米亚大桥。另外，此前咱们也提到了，乌克兰自研导弹有隼2也已经开始进行试射了。该导弹的射程达到了500公里，弹头为420公斤，发射准备时间仅为2到20分钟，原概率误差5到15米，性能是非常不错的。而这个射程距离呢，可以让乌军将克里米亚大桥和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导弹的飞行不一定遵循弹道轨迹，而也可以是气动弹道进行击跃，从而做出不可预测的跳跃，以躲避敌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这应该有助于克服俄军的防空系统。在3天前，乌军对他们的弹道导弹系统有隼2进行了第3次测试，目标就是克赤大桥。虽然最终呢还是被击落了，但这并不影响乌军后续对其的使用。试想一下，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之后，紧随其后的就是有隼导弹的轰炸，这将让俄军防不胜防。而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乌军至少建立了3个发射弹道导弹的基地，它们分别在敖德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袭击的目标呢，就是关键的地面交通附近的物体，例如克里米亚大桥和南线的重要火车站。俄分析家也警告说，一旦乌军准备好发动反攻的主要阶段，将派出成群的无人机来压倒该地区的俄军防空。在俄防空被击溃后，他们将进行广泛的海马斯打击，并使用弹道导弹精准摧毁俄军物资。如果在此期间呢，能够打掉克里米亚大桥，
收复克里米亚也并非难事。对于如何收复克里米亚这件事儿，前美军司令本霍奇斯也为乌军提出了他的3步战略。首先，乌克兰需要切断俄罗斯在陆地上的后勤通道，也就是从俄罗斯西南部边境经过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别尔扬斯克、梅里托波尔到达第聂伯河的走廊。这条走廊呢，是俄罗斯在2022年战争中的最大成果，它使得俄罗斯能够更好地向克里米亚运送物资和人员。如果乌克兰能够从扎波罗热和赫尔松2个方向发起进攻，就有可能破坏这条走廊。而在切断这条走廊的时候呢，也代表着乌克兰的炮火已经可以轰到克里米亚半岛了。岛上的许多敏感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就会在其射程之内。乌克兰军队已经证明了他们擅长使用远程西方武器以及本土技术来打击俄罗斯的指挥所、部队集结地和补给中心，而在克里米亚恰好有大量的此类目标。无论是后续攻击塞瓦斯托波尔，让黑海舰队不得不离开，还是打击萨基空军基地，都会让俄军再也无法安全地停留在克里米亚。而最后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作战。在这里呢，有不少地方是山区和沼泽，这会让乌军的推进更加困难。但收复克里米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在失去克里米亚后，会有极大可能加速战争结束的想法。而一旦克里米亚被收复，俄军对于当前占领的其他地区的热情也会小很多。毕竟对于俄罗斯而言，顿巴斯地区的重要之处在于拥有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桥。对于美军司令收复克里米亚的战略，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